荣耀30 Pro、30 Pro Plus。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今天是我回到工作室之后录制的第一期旗舰的开箱视频，之前可能还有，但是这个是第一期录制的。这两台机器呢，我已经是体验有几天的时间了。真的还是有挺多点想跟大家聊的，因为之前我们体验荣耀的旗舰产品的时候，或者说荣耀整个系列的产品的时候，都跟大家说过，荣耀有很多的坚持，但是这一次荣耀改变非常的大。不客观的体验，小白测评，荣耀30 Pro、30 Pro Plus 马上开始。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特别感谢，不要下次一定了啊！包装方面呢，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传统的天机盖设计，也是传统的3件套。然后充电器方面呢，特别跟大家说一下，Pro Plus， 也就是它的这个超大杯呢，是带无线充电的，有27瓦的无线充电。除此之外呢，它全系列呢都是40瓦的充电，应该是涓流充电时间是比较长的，在这些旗舰机里边。后期呢，我们数据库呢会及时更新。Pro 版本啊，也就是它的大杯，这个是一个紫色的版本，我看一下它官方名称叫泥影紫啊，我把3个字给大家打出来啊，这个泥影紫，这个紫色呢是镜面材质的，并没有采用 AG 的工艺。这次这个30系列呢，最大的一个 ID 上的改变就是它的 logo，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荣耀的这个标志啊，给做的非常的大，这个横向啊摆起来。我第一次把这手机拆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是不是它的一个什么跟潮牌联名的特别版啊？其实不是，它全系就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个 Pro Plus 呢，是采用的这个 AG 的这个工艺，非常熟悉是吧？这个旁边的这个 P40，整个这个质感，它们两个真的是非常的像，基本上是差不多的。而且呢，它这个太空银色呢是有这个渐变的。由于采用了这个 AG 的工艺呢，它整个的这个字母的时刻呢是放在里边的，所以说有光打上去的时候，有这个 AG 工艺的 Pro Plus 会有这种双字母的感觉，就是侧面的时候。外观 ID 方面呢，是这一次荣耀30系列改变最大的地方。这个一拆出来，我就感觉它不太像是荣耀的手机。首先，它正面呢是采用了一个双曲面的设计，它这个角度呢，刚才我对比了一下，甚至比这个小米10 Pro 的这个角度还要再小那么一点点。这个误触上呢，我体验了一下，其实控制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曲面屏的这种固有问题，视觉上的固有问题，也就是两边这个偏绿的这个情况或者发暗的这个情况也是有的。这个就你线下自己去实际体验来取舍了。但是它的这个正面的观感上呢，还是非常不错的，非常窄的这种视觉观感。这个顶部跟底部全部削平的这种状态，这种 ID 风格呢，如果咱们追溯到最早的话，就是三星的那个风格。正面呢，它也是2个挖孔，这2个挖孔呢，我觉得它不算是凑数。首先，它在这个体积上呢，要比 P40 Pro 的这个要稍微的窄一些。这2个镜头呢是主摄3200万像素，然后加上了一个800万的广角。这个广角镜头在你正常拍摄的时候，其实用处还是不小的啊。后背的镜头模组上呢，这3个型号都不一样。其实主要的区别呢，就是 MX700， 也就是这个最新的华为系的这颗主摄。只有 Pro Plus 上面有这颗 MX700， 除了超大杯，它的中杯和大杯呢都采用的是上一代那个4000万的那颗镜头。其实那个镜头素质也非常不错，而且这次我觉得比较良心的一个地方就是它全系都给你上了这个5倍的潜望式镜头，它可以实现5倍的这个光学变焦。那咱们不废话了，一起来看一下样张。还是老规矩，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荣耀30 Pro 这几个关键字，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样张和实测数据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后期我们也将会在第一时间把它的所有实测数据更新到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小程序里面，都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即可。这里是小白测评，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录像效果对比测试。对比参与的机型分别是荣耀30 Pro 和荣耀30 Pro Plus。我们现在是在户外的场景，阳光非常好。此次拍摄的对比规格是 1080p 60帧。现在是处于逆光场景，对比一下轻微跑动的防抖效果。好，接下来剧烈跑动。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小白测评，我是王炯。咱们体验一下30 Pro Plus， 也就是超大杯的变焦啊。现在是1倍，然后咱们拉到广角，然后咱们往前
它也是带5倍的光学变焦的，但是呢，它是到4.7倍之后，大家注意看，哎，4.7倍之后它就跳了。这个是新一代的这个华为的5倍的光学变焦，它到4.7就跳。这个系列呢还有一个大杯，也就是30 Pro， 它呢是5倍之后才跳，这应该是上一代的这个潜望镜头，这两个还是有一些小区别的。但是在实拍上呢，其实我也没感觉到它们有什么太大差别，就是一个到4.7，一个到5倍变。然后往前，哎，注意看到15倍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个预览框。然后告诉你你在全景的位置，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啊，方便你拍不到小姐姐。哎，好，现在是50倍最远了，它也带防抖，但是50倍已经很抖了。OK， 下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性能方面啊，由于它们两个呢都是990 5G 的这个处理器，所以说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变化。这个跑分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大家随便看看。然后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它的这个30啊，这个也就是它最小的那个中杯，它采用的是985的这个处理器啊。985处理器呢，这是一个最新的，应该就是介于820和990之间的这么一个处理器。我猜测它的这个定位呢，应该和天玑的1000L 差不多。后期拿到手机之后呢，我们再详细给大家体验一下。开头咱们就说过，之前咱们体验荣耀的这个手机呢，它都有一些自己的坚持，比如说 LCD 的屏幕，比如说侧边指纹识别，比如说转子马达，是吧？这一次这3点全部在30系列上都改变了。首先在这个马达上面啊，这个是被调侃了很长时间了，是吧？嗡嗡嗡嗡嗡嗡。这次30呢都换上了这个 Z 轴的线性马达，这个总体的体验上呢还是不错的，跟顶部的这个听筒呢做了一个双扬声器的设计，虽然说不是对称的吧。然后后面2点就值得注意了，第一个是它的屏幕指纹识别，这2个屏幕呢全是 OLED 屏幕，它们都是国产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供应商呢我还没有拿到，但是呢它们的指纹识别速度真的都是非常快的。这个我给大家体验一下这个 Pro Plus 啊。真的非常快，你在任意时间点按，哪怕是黑屏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进行解锁。这个体验呢跟三星的那个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个指纹识别呢，我也发现了一些小的问题，应该是没有采用非常超薄的那个指纹识别，因为它的这个位置呢明显要靠下一些，这个明显就不是人手最直接的那个位置。再往上再放一个身位，也就是一个指纹识别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差不多，最符合直觉的这个位置，它现在明显靠下了一些，但是它这个速度还有就是识别率真的是非常快，也非常准。然后另外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屏幕的排列上，这个应该也算是华为系、荣耀系一个特有的这个争议点吧，因为每次发手机在这儿准出现一些争议，准出现一些讨论。首先我先说一下，就是我只拿到这2台，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有混用的这个情况啊。我手里这台紫色的 Pro， 它和 Pro Plus 的一个尺寸都是一样的，都是 6.57 英寸。荣耀30也就是最小那个，它是 6.53 啊，其实也没有小多少啊。这台 Pro 紫色的它是周冬雨排列，然后这台 Pro Plus 这个超大杯啊，它采用的是 Delta 排列。简单的例子啊，这个不跟大家细分析。如果咱们把标准的 RGB换作是一个单位的话啊，就是单位1，那么这个周冬雨呢，差不多是 0.71、0.72，约等于啊。然后这个 Delta 排列呢，就是 0.67 左右，这个单位就是比周冬雨排列还要再低一点。这个屏幕上一次出现，上一次我们体验到还是坚果的 Pro 3那台机器，当时那个屏幕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是吧？完了，我估计这一点呢又得掀起巨大的讨论。其实我也不太明白啊，就是为什么这个超大杯却选用了 Delta 排列的屏幕，可能会有抽奖的情况，我不小心抽到了一个末等奖也是有可能的啊，看后期量产的这个情况。这个金属中框嘛，做的是非常的精致，因为它两侧呢是对称式的弧度，从侧面看过去的时候，这个手机整体呢是非常薄的，而且它这次的这个厚度方面呢做的其实也确实不错，这个Pro 和 Pro Plus 都是 8.38 毫米，而且最值得表扬的就是他们这次全系列的重量都没有超过190克，最重的 Pro Plus 也才190克，那两个都是180多克。高刷方面这个差一点忘了啊，只有
这个 Pro Plus 也就是超大杯上面有90赫兹，另外2个是没有90赫兹的。另外还有一些小点跟大家说，就是这2台机器呢都是有红外的啊，这个在荣耀系列的机器上是比较少见的。而且呢，他们都标配了这个 NFC， 还有就是在 WiFi 6上，他们都是这个 WiFi 6 Plus， 这个就是比 WiFi 6的速度要更快一些。当然，你要购买的话呢，需要支持 WiFi 6 Plus 的路由器。还有就是闪存方面呢，他们都是 LPDDR4X 的，这个和 P40 系列呢全部都是一样的。因为我现在还不知道价格啊，所以说我也拿不准他们的性价比是怎么样的。因为这次的改变呢，确实非常非常大。因为之前猜价格，其实你看多了都能猜个8、9不离10，但是这一次我真的猜不准。还有就是屏幕这个比较大的变亮，然后后背的这个主摄就不用说了，这个真的有点干翻华为的这个意思。这个全系都给你上了这个潜望式的镜头，在这一点上呢，就算是比较良心。这些参数的差别上的这3个机器其实还是比较大的，从处理器到一些细小的一些配置都有差别，所以说你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详细的看一下。这一代的荣耀30系列的旗舰呢，确实让我感受到了荣耀想要改变、荣耀想要往前突进的这个决心。因为真的在很多地方都跟荣耀之前的手机不一样了，这个更新的地方也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你已经看到了，就是它和 P 系列呢，其实已经就是掐到一起了。这个市场他们的定位上呢，也并没有拉开非常明显的区别，都不用说它这个超大杯，就从这个大杯上呢，其实已经跟 P40 这边呢已经完全融合到一起了。而且抛开品牌，单从性价比上来说呢，我觉得这个30 Pro 要比 P40 肯定要更合适一些。我感觉这一次的荣耀30系列是突破了某些禁锢啊，不用再和前面的大哥拉开差距了，我也可以放开手自己干了，有这种感觉了啊，有那味儿了。好了啊，今天呢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更多精彩的大家关注我们的 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搜索小白测评。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一系列的数据到底表现怎么样？发布会开完呢，应该会更新一个正式版的固件，到时候我们会详细给大家测一下，看看它的实际数据表现如何。大家都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了，我们的商城数据库都在我们公众号里边。播放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连自己的小弟都要干翻华为了，现在。